镇西将军收复沧州，得胜归朝，华朝以后不用打仗，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镇西将军的队伍里怎么会有女眷的马车？将军夫人不是一直待在京都吗？嘿呀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镇西将军英雄盖世，带个美人回来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夫人，将军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一个狐妹子，这会儿马车都快到将军府门口了。娘，爹竟然公然把外室带回来，这分明是在打娘亲的脸。小少爷说的对，夫人，你可一定不能让那骚狐狸进门。夫人，你看我带谁回来了？无论是谁，今天都不许踏进将军府的大门。倩姐姐，多年不见，竟连故人都不让进门了吗？你是阿婉？婉儿，你身体不好，快别在风口站着了，我们进去说话。娘，你怎么放那个贱人进门了？他还带着一个私生女，爹这分明是不把娘放在眼里。他要回来，谁都拦不住。他是谁？楚州云氏的嫡女云舒婉，是我闺中密友，也是你爹的心上人。夫人，婉儿这些年在外面受了许多苦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她和军服的饮食起居，你要亲自料理。爹，你从回府嘴里一直是婉儿婉儿，军服军服，可曾想到娘亲和我半分？你就是灵儿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不认识你，离本少爷远一些。阿婉，长安哥哥，我没事，你别怪灵儿。不用你假好心，爹，我刚才根本没用力，他就是故意颠倒陷害我的。不许欺负我姑姑，你们都是坏蛋，你们和那些欺负我们的人一样坏。军服，闭嘴！姑姑，这是你灵哥哥，不许没大没小，快点道歉。哼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云军服，我难道就是这样教你的？你心意不诚，这样的道歉不要也罢。可是姑姑，凭什么他们满屋子的人都对你指指点点，就连下人都敢对你说三道四？你不是说等我们回到京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吗？爹爹和娘亲的亲朋故旧都会照顾我们，如今我们回来了，可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欢迎我们？君父，别说了。姑姑，你别哭，君父错了。阿婉，对不起，是我教子无方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娘，你跟他们道什么歉？明明是他们不知廉耻。阿玲，别再说了。爹做得出这种丑事，还怕我说吗？他都是有妇之夫了，竟然还和其他女人勾搭在一起，如今人家都打上门来了，娘还要忍让到什么时候？义子，给我到院子里跪着！爹，你竟然为了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野女人打我，我去找大舅替我评理。阿玲，你回来！长安哥哥，你还是在外面替我巡京客栈，我带军服住过去，再待在府上，我怕惹出更多的误会。不用管那臭小子，我暴脾气，没有头脑，也不知道遗传的谁。不，我不能待在将军府，让你和倩姐姐为难。婉儿，夫人，将军对云大小姐似乎余情未了。云家嫡女云舒婉何等美貌，何等风华，当年青州袁氏甚至愿意用5座城池为聘，娶她过门。曾经拜伏在她脚下的男人，又何止将军？那怎么办？留她在将军府，迟早是个祸害。何止是将军府，袁舒婉回来了，整个京城都要变天，急的可不止我一个人。大夫，婉儿的身体如何？这位姑娘气血两虚，有郁结在心，筋骨似有折断过的迹象，内患外伤拖了数年，早就是油尽灯枯之兆。怎么会这样？叶长安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打了胜仗回来，就想抛妻弃子不成？什么香的臭的都敢往将军府里带！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对倩儿不好，我就拉你去圣上面前理论。赶紧把那个贱人和他的小杂种送走，别逼我动手！大舅，她就是被我爹带回来的贱女人。倒是要看看什么样的神仙美人迷了你叶长安的眼。婉儿，沈卓，你闹够了没有？
怎么会是婉儿？她不是死在楚州了吗？婉儿命大，不但没死，还把云家最后的血脉给带了回来。她叫君服，云君服，是云哥和楚楚的女儿。叫我嘴贱，叫我嘴贱！我怎么能骂婉儿是贱人，骂云哥的女儿是杂种？我真他妈的该死啊！大舅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挑拨是非，叶灵，你也不是个东西！大舅，你不是来给我娘做主的吗？为什么要偏帮外人？外人？论起来，你该叫婉儿一声姑姑。至于小君服，如果当初不是他的娘亲出手相救，你娘难产的时候你就没命了。他们到底是谁？楚州云家你知道吗？一州之力独抗漠北30万大军，血战不退，最后城破人亡，满城皆炫的云家。就是那个云家。若不是楚州云家将漠北大军挡在云天关外，华朝9州都会落入漠北蛮夷之手。婉儿和小君服既是故人，也是恩人，确定还要用刚才那般蛮横无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吗？有什么话出去说，别在这里惊扰婉儿休息。好，我们出去。姑姑，君服今天做得很好，女子的柔弱和眼泪有时候就是最致命的武器。可你要记住，无论在何等境遇下，都不能将你最狼狈的模样展示人前。你我是楚州云家的女儿，生来便是天之娇女。你可以低眉，也可以折腰，但你的心永远都不能卑贱。婉儿妹妹，这些年你流落在外，夫君一直记挂在心。如今你回来了，你们何该再续前缘？倩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当年夫君心系于你，哪怕娶了我，对你也不能忘情。后来楚州遭难，夫君以为你死在了那场战乱里，你送他的那枚平安符，他一直贴身带着。每到你的忌日，他都会独坐饮酒，任何人都不许打扰。他对着那枚平安符，一坐就是天明。倩姐姐，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。婉儿，这些年是我抢了你的位置，如今你既平安归来，我该把夫君还给你才是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我和长安哥哥还有未来吗？当然有，我想好了，以你的身份，定然不能做妾。我愿与妹妹平起平坐，让夫君娶你做平妻。平妻？对，这般也不算辱没了你楚州云家的名声。妹妹意下如何？倩姐姐，这次我回京，不是来破坏你们的家庭，我只是想再看一眼京城故旧，看到你们所有人都好好的，婉儿就心满意足了。阿婉，你这又是何苦？覆水难收，破镜难圆。倩姐姐以为我和长安哥哥还能回到过去吗？我已经不是那个千娇万宠的云家嫡女了，失去家族庇护，失去亲人依仗，我和君服就是浪海里的一叶孤舟，只能随波逐流。有朕在，绝不会让你与小君服失去依仗。燕哥哥，阿婉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生逢乱世，命如草芥，阿婉有命回到京都再见燕哥哥一面，也是上天恩德。这些年我流落在外，总是听到百姓们赞扬燕哥哥爱民如子，是千古明君。想来大哥在九泉之下能见到和亲海晏、太平盛世的一天，也会感到欣慰。是朕对不起云章，当年漠北入侵楚州，朕自顾不暇，未能派兵救援，以致楚州倾覆，云家尽灭。这些年朕深感愧疚，还好上天垂怜，让长安带回你和君服。朕一定会替云章好好照顾你们。多谢燕哥哥。陛下，云家功在千秋，婉儿妹妹身为云家嫡女，该好好嘉奖才是。臣妾以为，不如封她为郡主，陛下以为如何？君服身为云家血脉，理应册封郡主。至于婉儿，朕另有安排。陛下圣明。阿婉，你我许久未见，朕有许多话想对你说，你跟我来。皇后娘娘，
早年听闻陛下倾慕云家嫡女，此话可还当真？哼，有这功夫挑拨离间，还是看好你自己的夫君吧。哼，我倒要看看皇后娘娘你能大度到几时。阿婉，朕想册封你为贵妃，你可愿入宫？陛下这话休要再提。比起做你的贵妃，我更想做燕哥哥的阿婉。我如今时常想起年少之时，那时天下尚未大乱，京中还是一片繁华，九州子弟齐聚京都，个个惊才绝艳，天之骄子。那时我们骑马、赏花、踏青、郊游，春看江水，夏采莲蓬，秋赏桂子，冬寻寒梅，那是我们年华最好的时节，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阿婉，朕会还你一个繁盛京都，只要你肯留在朕的身边。当初朕不过是随州名家的庶子，族中兄弟动辄对朕打骂，甚至在腊月寒冬叫我缺些水吃。如果不是你救了朕，哪有朕的今日？如今明珠归来，你就不能成全朕对你的心意吗？还是说，你仍然念着顾重州？顾重州，他还好吗？这些日子，他会回京述职。阿婉，朕与你打个赌好不好？如果顾重州心里有你，愿意用他手里的兵权来换，朕就给你们册封；如果他不愿意，那你就随朕入宫，好不好？我……嘘，朕只想听好或不好这两个回答。好，阿婉都听燕哥哥的。这样的阿婉才乖，只要阿婉乖乖的，燕哥哥绝不负你。君服妹妹，你看，这是我让人从街上买回来的稀罕玩意儿，你喜欢吗？9连环而已，也算稀罕玩意儿。红红没见识的小丫头也就罢了，也敢来我面前显摆。君服妹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听我解释。婉儿，我已让人张贴告示，请便贴下名义，长安哥哥答应你，一定治好你的病。需要什么药材尽管说，无论是天山雪莲还是万年灵芝，我都会给你弄来。不愧是天下第一贵女云舒婉，凡是她想要的，只要勾勾手指，所有人都会双手奉上。她就如同明月一般，被众星环绕。只要有她的地方，所有男人的目光都不会落在其他人的身上。如今就连阿玲都被那个云家丫头耍得团团转，我的夫君，我的儿子，凭什么被他们这么轻易抢走？云舒婉啊，云舒婉，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？夫人，再这样下去，只怕将军府再无你的立足之地。以云舒婉的气性，绝不会困在这小小的将军府。我只要忍过一时，自然会有人收拾她。夫人是说皇后娘娘？哼，这世上有多少男人爱她，就有多少女人想她死。我们且看着吧。怎么我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？我来保护你们啊！谁要你保护？姑姑，那里有卖桃花酥的商贩，你跟阿玲一起过去，多买点带回府上。嘿，知道了。贵人说里面可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儿，只要不玩死就随便玩。还等什么？哥儿几个今天有福了！别过来，你们都别过来，滚开，都给我滚啊！我和阿玲哥哥去买糕点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姑姑就不见了。叶灵，我让你带人保护姑姑和妹妹，你就是这么保护的吗？夫君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该拿阿玲撒气啊！她一个9岁的孩子，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婉儿妹妹？其实我有发现姑姑失踪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这是韩州赵家的腰牌。皇后娘娘，把这里都围起来，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。官爷这是做什么？人呢？什么人啊？我问你，赵家送来的人呢？在2楼包厢。啊，阿婉儿！别过来，都不要过来！婉儿，是我，你的长安哥哥，还有我，沈卓。叶长安、沈卓，你们没来，都没来。你说什么？经历3年冬，
我被围困楚州，一封一封的求援信发了出去，你们谁都没来。我们等了你们那么久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来？婉儿有些不对，他应该是受到刺激，神志混乱了。那怎么办？先带婉儿回去。婉儿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沈倩，你最好祈祷婉儿没事。哥哥，你看夫君他……倩儿，你实话告诉哥哥，婉儿被人掳走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没有，最好没有。哥，连你也不信我。夫人，小莲，你说云舒婉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这些男人都为她失去理智？夫人，你别伤心。伤心？我没伤心，我只是迫不及待的想看一场好戏。皇后和云舒婉究竟鹿死谁手？之前老夫就交代过，这位姑娘的身体一定要好好调养，万不能再受刺激。再这样下去，只怕神仙难救。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救她。老夫尽力而为。叶长安，你去哪儿？皇宫。你等等，你难道还想单枪匹马的闯进皇宫，找皇后算账不成？他把婉儿害成这样，倒不该替婉儿报仇吗？赵离现在可是一国皇后，如今她的身份可不是你我能轻易撼动。阿婉她也不是当初的云氏嫡女了。当初的阿婉，别说是谋害她，便是在背后说她一句不是，都有一群人替阿婉出头。可如今人走茶凉，物是人非，谁都不会为了阿婉得罪皇后。你不行，我也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我们有家族，有亲人，有权势，有地位。用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一切触怒皇后，为阿婉讨回一个公道，值得吗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此事瞒不住圣上，若是圣上心疼阿婉，自然会替她出头。若是圣上因为赵家不愿斥责皇后呢？那就只能算阿婉倒霉。还是刚才那句话，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一呼百应的云氏嫡女了。我们可以爱她，怜她，惜她，甚至愧她，就是不能为她再如年轻时一般不顾一切。我明白了。我姑姑身体刚有好转，现在还不能出门。皇后娘娘有命，谁敢不从？皇后娘娘好生不讲理，大胆，竟敢忤逆皇后娘娘，掌嘴！皇后要见的人是我，何必跟一个小丫头置气？岂知皇后娘娘要见你，还不赶紧动身？难不成让娘娘等你不成？姑姑，君服乖，没事的，姑姑很快就回来。同为九州贵女，当初你我一同出席宴会，你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而本宫只能躲在角落里暗自嫉妒。想不到有一天，你我的身份地位会有如此反转。本宫为君，你为臣，如今的你只有仰望本宫的份儿。皇后叫我来，就为了说这些废话。哼，云舒婉，这些天你在那群男人面前装作可怜兮兮的模样，累不累啊？我认识的云舒婉，骄傲张扬，高贵从容，仿佛天生就该被人仰望。哪似你如今这般，竟然靠着博取男人的同情，艰难求生，是挺艰难的。赵龙，你可知我费尽多少心思，吃过多少苦楚，才从楚州一路走到京都。这一走，我就走了6年。6年来，你们所有人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嫁人生子，娶妻纳妾，登基为帝，加官进爵。只有我楚州云氏满城倾覆，家族尽灭。可是凭什么呢？娘娘，陛下从御书房赶过来了。哼，陛下还真是心疼你，那就让他更心疼些。阿婉，你可曾记得自己18岁时的模样？那时的我是蜜糖的样子，父慈母爱，兄长呵护，名冠九州，倾国倾城，凡我想要，唾手可得。那时的我总是轻易得到所有人的爱，直到庆历3年冬，漠北围攻楚州，我才知道爱的分量竟然如此轻贱，而恨远比我想象的惨烈。大哥，你明明给其他8州都发了求援信，为什么谁都没来？婉婉，他们不会来了。
谁都不会来。不会的，邵家、陈家、罗家和我们素无交情，可叶家、沈家、明家呢？长安哥哥、沈卓和燕哥哥不会不管我们的，就算他们有事被耽搁了，顾家呢？崇州哥哥不会不管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我与他都快1000了，楚州有难，顾家岂能袖手旁观？婉婉，你记住，男人的霸业永远比女人的情爱重要。那青州袁氏呢？他们不是愿意用5座城池为聘礼迎娶我的吗？哥哥，你现在就给他们写信，只要他们肯来救援楚州，我愿意嫁到青州袁家；只要他们肯出兵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婉婉，现在的已经没有价值了。为什么？我明明还是那么漂亮。有云家，你就是比皇朝公主还高贵的云氏嫡女，万人追捧，千娇万宠。云家若败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所以他们都不要我，都不要婉婉。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？救救楚州！徐书婉，燕哥哥，你终于来救我。婉儿，再喝一口，我们就不喝了，好吗？真的太苦了，我喝不下。陛下，皇后娘娘还在殿外跪着，让她继续跪，跪到她向婉儿认错为止。陛下，臣妾是被冤枉的。还好意思喊冤？陛下明鉴，臣妾真的没有推袁书婉下河。什么行什么信？臣妾的为人，陛下还不清楚吗？那春香楼的事儿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只是不想让他进宫，却从未想过害他性命。更何况在宫中推他入水这等劣拙伎俩，臣妾不屑去做。你不屑？那婉儿就会吗？楚州云氏的嫡女，那是比前朝公主还要尊贵的存在。赵离，当年的事你可别忘了。若不是你用那等下贱手段，皇后之位还会是你吗？还不嫌害人？这话你还好意思说出口？害人的事儿，你早不知道做过180回了。在陛下心里，我就这般不堪吗？你是什么货色，朕比谁都清楚。燕哥哥，婉儿，我落水之事真的和皇后娘娘没有关系，我是自己跌进水里的。胡说！太监宫女们可都看见了，是皇后推你入水，你不必为她求情。燕哥哥，我们这群人曾经都是最要好的朋友，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念当年的京都，想念当年纯粹美好的少男少女。燕哥哥，谁对谁错都不要再追究了，好吗？婉儿真的好累了。好，朕都听你的。皇后，此事到此为止，望你好自为之。太好了，娘娘，陛下不怪你了。不，你不懂，袁书婉刚才的那番话才是真正的绝杀。本宫已经输了。快来人啊！有刺客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放开婉儿，只饶你们不死。狗皇帝，你谋权篡位，天理不容。我们既然来了，就没想过活着回去。你们是前朝余孽。陛下不好了，皇后娘娘被一群黑衣人掳走了。有劳陛下给我们让条路，3日之后带着传国玉玺来龙泉山找我们。别伤害婉儿，朕放你们走。哼，一枚传国玉玺只能救1个人，陛下还是好好考虑考虑。皇后娘娘和心头挚爱，你到底选谁？撤！陛下，将军府传来消息，将军夫人被贼人掳走了。该死！传谕领军统领，取缔3尺，要把这群前朝余孽给我找出来。断臣贼子，如今算是到齐了。皇后娘娘、将军夫人，还有一个楚州云氏的嫡女，一枚玉玺换1个人。这3个女人，我只放走1个。诸位，你们选吧。夫君，大哥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
陛下，求你救救舍妹吧！你妹妹的命难道比皇后的命还金贵吗？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什么？且不说皇后，沈卓，你看清楚，悬崖之上站着的还有谁？你妹妹想活，婉儿就该死吗？不，长安，你说朕该救谁？臣想救婉儿。叶长安，我为你养儿育女，操持家业，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就捂不上你的铁石心肠？袁舒婉死了的时候，你想着他，念着他，连在我的床上都叫着他的名字。如今他活着回来了，生死面前，你竟然还是要他不要我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叶长安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！够了，姑姑到底像什么样子？皇后娘娘，你清高，你无畏，我就不信，当陛下嘴里说出想救的人是云舒婉时，你还能这般从容淡定？用尽气氛，余生用梦来重温。生死有命，无论陛下选谁，本宫都不会怪陛下。陛下，准许你新的选择，哪怕你选择婉儿妹妹，弃了我，臣妾在九泉之下也会遥祝你们再续前缘，携手白头。阿离，说够了没有？陛下，你该决定这3个女人的生死了。婉儿，皇后娘娘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和我一样可怜，在这群男人的心里，云舒婉才是他们的心肝宝贝。失踪的这些年，我们的幸福都是偷来的。婉儿，对不起，阿离是皇后，朕不能不选她。婉儿知道，有些事，有些人，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是婉儿没有福分。我谁也不怪，谁也不怨。既然陛下选择了皇后娘娘，那这2个女人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。倩儿，不问前路多裂痕，只问我心上方寸是否我无悔余生。住手！顾重重，陛下，求您救救婉儿。重州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臣当然知道，臣愿意用10万兵权换婉儿平安，虎符在此。陛下，皇后娘娘乃国母，你为她弃了婉儿，臣能理解。若是婉儿在你心中的分量不够，那就再加上顾家虎符，不知能否让陛下改变主意？你为了婉儿，自愿献出顾家虎。是，臣已经错过一次，不能一错再错。当年楚州求援，我顾氏为了保全实力，放任楚州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楚州为其他8州拦住漠北大军，那是用楚州数十万条人命换来的。这是我们欠楚州、欠云家、欠婉儿的。陛下，我们已经弃过婉儿一次了，难道还要再弃她一回吗？顾重重，这些话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人生难得糊涂，你为什么要揭开所有人的伤疤？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清楚的明白，当年是你们故意不救援楚州？明夜、沈卓、叶长安、顾重重，还有你赵离、沈倩，你们所有人手里都沾着我楚州云家的血。我云舒婉不用你们救，也不用你们可怜，我九死一生回到京都，只是想问你们一句，为什么？可如今这个答案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婉儿，外身含羞即赴死，若寄一笑便回春。将千缕情丝刻入山谷，悠然起舞。笑面若银素，心思枯木。家主，城中已经断水断粮，援兵迟迟不来，我们最多再坚持3日。哥哥，我们逃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不能退，也不能逃。楚州是皇朝的门户，漠北一旦突破云天关，便是一马平川。那就放他们过去，其他8州更怀心思，想要坐收渔利，凭什么要我们楚州替他们拦下漠北铁骑？要死，大家一起死好了！妹妹，你听好了，
楚州可以破，云家也可以灭，那漠北的铁骑绝不能踏上我华朝的疆土。这里是祖祖辈辈用心血、用汗水浇灌的土地，岂容蛮夷染指？若以我一州之力拯救万千黎民，这是我楚州云家应尽的本分。楚州就算战到一兵一卒，战到只剩老弱妇孺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能放漠北大军过去。风沙滚滚，万古留存。可是凭什么，哥哥？凭什么他们可以坐享其成，袖手旁观，甚至落井下石？明知前面是一条死路，我们楚州云家为什么要走到底？同是操戈，那是家事；抵抗外敌，那是国事。楚州被封九州之首，天下曾以云氏马首是瞻，就凭这个，楚州和云家就不能辜负黎民百姓？天会知我楚州之意，地会怜我云家之情。只要无愧天地，我们楚家就算满城尽灭又如何？人活在世，当坦坦而来，慷慨赴死，千秋功过与后人说。好，哥哥有驯服之心，婉儿又何惜一死？不，婉儿，哥哥求你，云家保护华朝，婉儿保护楚州百姓，好不好？哥哥是什么意思？你名声在外，倾国倾城，哪怕漠北屠城，也会留你性命，做他们最耀眼的战利品。只要你活着，你就是楚州百姓的一线生机，无论有多难，也不管有多苦。妹妹，求你，为了楚州百姓，一定要活下去。须非空负烈酒多飘零，成败两字功名总难平。婉儿，婉儿，你在哪里？哥哥，婉儿会活着，会好好活着。找到了，婉儿在那里。陛下，那群黑衣人尽数伏诛，只是什么？他们似乎不是前朝余孽，而是赵家死士。赵家死士？难道幕后主使是皇后？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算她因为陛下的缘故仇视安稳，倩儿却和她无冤无仇啊。皇后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婉儿，她嫉妒婉儿，想逼陛下做出取舍，所以才策划这么一出3选1，目的就是用自己皇后的身份逼陛下弃了阿婉。至于沈倩，不过是顺带。你们一个是沈倩的兄长，一个是沈倩的夫君，还有什么比当着婉儿的面让所有人做出抛弃她的选择，更让婉儿绝望呢？陛下，求您为臣妹做主啊！陛下，求您为臣的夫人讨回一个公道。赵离，你简直罪该万死！赵离，你都已经是皇后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婉儿？不是我不放过她，是她不肯放过我。死了的白月光就该尘封在记忆里，为什么还要活着回来？她刚回来，陛下就迫不及待的要接她进宫，册封她为皇贵妃。我知道，陛下根本就不想册封昭儿为太子，因为你不想让昭儿有一个强盛的母家。可是云舒婉不同，她出身楚州云氏，氏族大家都会支持她。偏偏云家一灭，她的身边除了一个云家孤女，便只能仰仗陛下。更何况楚州云家当年血战漠北，赢得了天下民心。若是云舒婉进宫有孕，陛下、世家、民心，他全都有了。他的儿子就是天选的太子，那我的昭儿该怎么办？皇后，有的时候真不得不承认，你真的很聪明。可你的小聪明，玩玩宫斗也就罢了，天下大事哪有你插足的余地？实话告诉你，有顾重舟在，朕不会让婉儿入宫。什么？朕应该多谢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否则朕如何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回顾重舟手里的兵权呢？夫妻一场，赐你白绫、毒药、匕首。赵离，你选一个，自我了结吧。父皇，求你放过母后吧！滚开！昭儿，我的昭儿！小哥哥别哭，你疼吗？
君服给你呼呼。云舒婉，你命可真大，从那么高的悬崖跳下去，竟然还能捡回一条命。李姐姐怎么忘了？我嫂子是苗疆圣女，苗疆蛊毒神秘莫测，一枚凤凰骨可以让子骨为母骨宿主替死。嫂嫂仅有的2枚凤凰骨，一枚给了君服，另一枚给了我。所以你是故意跳下山崖的？当然了，不然任凭你在山崖上对明艳拉好感吗？如今我一无所有，唯一拥有的便是那群男人可怜而稀薄的怜爱与同情。3选1，无论他们选不选我，只要我活下来，他们对你、对沈倩的愧疚会攀升到极点。等到那时候，对我的爱意便会消磨殆尽。我怎么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呢？云舒婉，你真卑贱！曾经的天之娇女，竟然要靠玩弄手段才能留住男人的心。为了活着，更卑贱的事情我都做过。对了，之前你不是找人把我卖进青楼，想让我名声尽毁吗？如果是曾经的云舒婉，确实会如你所愿，羞愧而死。可现在的我，一点也不在乎，因为啊，我这具肮脏的身子早就被人玩烂了。你说什么？楚州城破，云家灭门。楚州10屠听说过没？漠北人在楚州整整屠城10日啊！全城男女老少能活下来的10不存一。你猜他们是怎么活下来？你对，是我。你知道什么叫千阳礼吗？我全族战死，漠北人将他们的尸体挂在城墙上示众，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浑身上下就穿着一张羊皮，被人套着绳索，跪行一路，将楚州的州牧印献给了漠北韩王。而我自己也是一份礼物，一份换取楚州老弱妇孺活下来的礼物。你们以为我这些年流落到了哪里？我在漠北啊，在漠北韩王的营帐里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对我出手的，我生不了孩子，这具身体也只有不到半年的寿命。你什么都不做，我自己就会死。那你回京都是为了什么？我说过的，我只是为了看一眼故人，看你们过得好不好。你们过得太好，那我可就太生气了。我一生气就会发疯，就想拉着你们一起死。快来人啊！有人要对陛下不利，你们快去告诉陛下，云舒婉他是回来复仇的。别叫了，不会有人过来的。顾崇州早就替我安排妥当，把冷宫的人都支走了。云舒婉，你要报仇，就去找各州家主。当初是其他8州共同决议，不救援楚州的，和我没有关系。身为氏族大家的子女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你们既然享受了家族富贵，就该共同承担家族罪孽。你们用楚州换来如今的太平盛世，皇帝、皇后、镇南王、大将军、将军夫人、丞相，你们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只有我，只有楚州的冤魂被留在了过去。既然老天爷不降下报应，那我就自己讨回公道。云舒婉，你只有半年可活，就算杀了我们所有人，又能怎样？这个天下依然属于我们的血亲，楚州云家依然是我们问鼎天下的垫脚石。我是将死之人，可云家的星火已经留下，我现在要做的只是为他铺平道路。你见过我的小侄女吗？是不是如我小时候一般漂亮可人？云君府，你是故意让他接近叶离和昭儿的？嘘，权力的游戏才刚刚开始，云家的复仇绝不会从我这里结束。李姐姐，安心上路吧，很快我们这些故人就能在地底团聚。婉儿，赵离已经死了，你不能继续留在京都，赵家一定会找你寻仇的。我已经向陛下请旨，迎娶你做我的王妃，
我们过几日就离开京都，好不好？我倒是忘了，明夜封你做了镇南王，镇南王的王妃很稀罕吗？当初九州以我楚州为尊，若我哥没死，华朝一统后以楚州兵马之强盛、民心之所向，登临帝位的人会是我哥，你该是我的驸马才对。我之前还很好奇，当初明夜许了你什么好处，才让你放弃楚州，放弃我，改投他的阵营？原来是镇南王的王位。婉儿，对不起，我爹娘以死相逼，不让我出兵。等我说服他们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你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谋算、苦衷、利益、图谋，只有我哥那个傻子，面临这么血淋淋的背叛，还挡在你们身前。顾冲冲，你说你想娶我，也要问问我身后的数十万楚州冤魂，答不答应？婉婉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我走过的路是皑皑白骨之路，你让我回去，我还能回到哪里？顾冲冲，你到底有多看清我云舒婉，才会觉得用你所谓的深情厚爱能绊住我的脚步？御医说你不能饮酒，御医还说我没有几天可活呢。我原本就有内伤，一路逃亡，颠沛流离，这副身子早就有尽灯枯。龙泉山上我跳崖侥幸不死，可我们都知道，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。燕哥哥，我活不了了，最后的日子让我开开心心的过吧。婉儿，你怪朕吗？怪你什么？怪你醉心帝王霸业，只爱江山不爱美人，还是怪你对我铁石心肠？燕哥哥，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20岁的明艳会爱上18岁的云舒婉，为他不计生死，爱得轰轰烈烈。可25岁的明艳想要的更多，富贵、权势、地位，甚至江山。那时候的云舒婉，在你心里只能在角落留下一丁点的位置。午夜梦回，你或许会想起，曾有少女春花烂漫，且歌且行，那是你最美的少年梦。可梦醒之后，你想要的还是冰冷的黄泉。婉婉，别说了。顾冲冲，我不会嫁，如今兵权已经落入你的掌控，这场权力的游戏，求你们就放过我吧。我不想直到死亡的一刻，还是你们争权夺利的工具。沈卓辞官了，叶长安也准备带夜里去边关。临走前，他们想再见你一面。京都凤栖楼是我们少年时聚会的地方，3日后我在那里为他们饯行。我会叫上顾重舟。燕哥哥，你会来吗？会。我等你。以前九州子弟齐聚京都，我们一同在国子监念书，下课后我就会拉你们来凤栖楼吃这里的桂花糕。那时我还与你们打趣，凤栖楼是我的产业，以后谁若娶了我，凤栖楼就是我的聘礼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凤栖犹在，而我至今没有嫁人。你们这些男人啊，总是用花言巧语骗人，到头来谁都没有娶我。婉儿，我准备带着阿玲回边关了，以后怕是不能再见。我也准备回乡替我爹娘养老。婉儿，对不起，当年的事我很抱歉。我也要走了，婉儿，此生我不会娶妻，不会生子，我的妻子只能是你。你们3个该滚蛋的滚蛋，以后的路自有朕陪着我。相识一场，所有爱恨都在这杯酒里。我就天地生命，能不能许我一世，只为见你的相思，唯愿一整年年日，换那场初相识。时辰不早了，阿玲还在等我回去收拾行李，我先走了。我同你一起。你们不是都爱我吗？爱得死去活来。既然如此，我邀诸君赴死，诸君可不能爽约。婉儿，
你在酒里下了毒？是啊，陛下，黄泉路远，婉儿害怕，就请你们陪我一起走吧。你们以为我回来是投奔你们，再续前缘吗？你们一个个都说爱我，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。当年我以为被你们所有人爱着，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事。可后来我明白了，你们所谓的情爱，不过是这世上最大的谎言。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带你们一起下地狱啊！我哥不计较你们的背叛，毅然决然替你们挡住漠北铁骑。你们在京都坐享荣华富贵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楚州土地上无辜枉死的怨灵？既然是献祭我楚州才换来的和平，那这华朝九州就该是我楚州云家的天下。徐寿啊，你这次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讨债啊！哪怕楚州云家只剩下2个女人，我们也要翻了这天。死亡不会是一切的终点，这把火会带走我这辈子的爱恨情仇，可属于我楚州云家的路才刚刚开始。雏鸟当飞，凤凰当鸣，小军服啊，姑姑已经为你铺平了道路，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。姑姑，一路走好。